各位 QEN 奢华美妆香水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你来到我们的 YouTube 频道。如果你是收听 Podcast 的朋友，也欢迎你。那今天我们的来宾是陈明老师，还有 Cindy 来帮我们介绍博迪西亚的全新香水 Noble。好，来，直译是高贵的，对，非常的高贵 Noble。好，那是它的或者新包装，是说，这个人的品德高尚，我们会用 Noble 来形容。OK， 看它这是什么样的表现。是，你看它的新包装都长这样，这是它的外盒啊，套纸，里面还有一层正式的。这边，它这个窗花就是很漂亮。对啊，对。那再把它转过来这边，它这个还有方向性哦。对，因为它这个开口转过来这边，它就打不开。哦，真的啊。要把它这样转过来，它这样子。啊，那你刚好研究很久吗？是没有啊。哦，好。很久，喂，这样，因为刚开始打不开，想说转过来这样。哇，这种巧思哎哈。那下面还有抽屉耶，这抽屉可以打开，可以耶。哦，好可爱。它的那个说明书在里面，这样大家看得到吗？哎呦，等，还跟你讲其他系列哦，很用心呢，这个。对啊，好不好？这只这样把它拿出来。哇，好漂亮哦！哇，这是什么老鹰吗？漂亮。给镜头前的朋友。所以这只也是12生肖？不是吗？应该不是吧？不是12生肖都是金色的高级。好，来，味道闻过没有？还没。没有。来，那我们一起来。这只好好看哦。对，老师先，长幼有序。这边哈。长幼。现在都不是很喜欢听长幼有序，因为我们今天在讲的是 Noble， 好不好？要有高尚的品德。哇，这支也很赞呢，这果香啊，果香非常。百香果，甜甜的，莓果、百香果，对不对？很清爽的果香先冲出来。对，酸酸甜甜。但你会觉得它是很饱满的，好，不会像这种轻浮的这种甜香，不会，完全不同的世界，不同的境界。对。好闻哦，这两只都好厉害。来，老师，真的厉害。给老师那个脑袋先运转一下，噔。来 ，Cindy， 目前。一开头你闻到了些什么？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。有一种那种境界很高的那一种，不管是就是它那个画面，我会觉得就是很像是骑在那种战马上面，然后一种画觉，市面上呢那个画面给我的感觉是非常就是。穿的衣服也是非常华丽的那种感觉，然后那个战马也是非常的华丽的，所以你是在打仗的画面，但不是感觉比较像是就是要出游的那种，出游，对，因为它没有那么的那种杀戮性没有那么重，但是它有那种华丽感在里面，但是就是比如说我们要一群那种都是。战士们要一起出去放松一下 ，OK， 对，去伤一下的感觉。但是那个身上的衣服是非常华丽的那种味道，各种华丽在身上那种感觉。你这个很特别，因为战士会穿得很华丽，这个也很少见。但是就回来的时候，重点是为什么会让你联想到是战士嘞？这我觉得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的这个。应该是战胜回来之后接受民众欢迎，然后站在战马上面，凯旋归来，然后站在战马沿途撒花，对，撒花欢迎，还就是不是正在打仗的时候，是已经在家了，在家就或者是回来家乡的时候，所以我们知道几个好友要出去那种玩啊，或者有，谢谢两位把这个画面给它接力了起来，因为确实这个果香就带出了那种。
欢乐、丰盈、富庶、丰收，或者是得到了成果之后，对不对？我们努力，我们就是生活上的战士嘛，每一天都是自己的战士。为了这个生活，每一天有所收获，就是这种有所获得的果实的味道，对吧？来，老师，你我边讲你边皱眉头，因为我刚刚在看到那个 ChatGPT 还有 Fragrance 卡上面的香调表，我怎么看都很不像我闻到的味道。真的哦，对，然后两个人他们两个香调表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刚刚我们闻到的，我自己闻到的也不一样。我闻到的就比较像是它前面的那个果香，可是它那个果香没有那种。不是那种很 juicy 或者是很甜感的那种传统一般的果香，它是一个非常的圆润有果香的香气，就是我只让你闻到果香香气，我没有让你喝到那个果汁，我把那个香气保留下来，对，然后呢加上了一些花香，加上了一些那种树脂，是琥珀还是琥珀？还有琥珀，有琥珀，然后我觉得也有藏红花它有一个那种辛香感蛮强烈的在底部，那种对那种辛香感，可是那个辛香感又是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牌子，我觉得它本身会把每个味道的那种棱棱角角都把它去除掉，把它修整得非常的圆润，让你把那个味道闻起来，你会觉得它很舒服，不是以前那种每一个那种层次分明，然后味道锋利明亮的那种味道的展现，它都不是这种方向的，它就是把每一个香材、每一个香调的味道都打磨得非常的圆润，对，让你会闻到的这个香气。它就是很舒服，你好像在很多时候你都很想穿上它的一个香气。是。对啊，我觉得它的那个香味底层那个底实在太强大了。对。那有没有特别哪一个香材？刚刚老师有讲到说，藏红花，是在这一支比较特别凸显的地方，对不对？那它的藏红花跟一般我们闻到的藏红花，我觉得又没有那么的相像，没有那么。一般藏红花会有药感，会有一种药感，可是它，所以我就说他把那个可能它的原本的那个的，锋利的部分，对锋利的地方，然后把它修饰掉了，剩下来的是那个很圆润的气味，把那个特质保存下来，是把那个高贵的感觉做出来。对啊，难道 Noble 就是高贵，就是要把我们本来比较不好的习气给去除掉，那保留了好的那一面，我们就会越来越高尚了嘛，是不是？来，我还真会扯，好来，好来，那 Cindy 这一支你会建议大家用在什么样的时机点跟场合嘞？比较欢乐一点，或是你说刚说庆祝嘛，那种感觉，胜利的时候，或者是就是你想要。庆祝什么，或是节庆的时候，节庆不是说一定是那种看那种节庆，就是说，比较重大的日子啊，我觉得，或是你想要跟我刚刚讲那种3、5好友一起出去欢乐的时候，我觉得这支也非常适合。我想到的好严肃，真的，说说看，对，就是让我想到，因为你刚刚讲到那种人的那种，好像借由那种修行的很有灵性，然后我就想到那就好像释迦牟尼佛他在菩提树下证悟的那一刻，瞬间整个大地震动，然后呢放大光明的那种光明，就是很圆润，让你觉得很舒服，你会觉得好像自己得到了一种那种温暖的那种怀抱的，那种安心感。对，很适合这支味道，可以。看来这个就只有开悟的人才有办法体会刚刚老师这段话。显然我还没。不用啦，你就想象那个感觉就好。是 ，OK。不过这一支说的它真的是精彩哈，因为它的穿过它的味道，你会发现说，哇，它这个果香、花香，还有藏红花的结合，居然可以把它做了这么样的，有程度。有深度，又有高度，它有那个深度。好，我们前调先留到这边，回头再跟大家来分享这一支后面的变化。我觉得这一支后面
即便我们待会再过段时间再来拍，都还不会到它后调，因为它真的是香精浓度真是很高了，非常高。但我们还是非常期待，待会见，拜拜，拜拜。博迪西亚的高贵回来了，哇，这一支越后面越显高贵，对不对？哦，是不是牡丹盛开的味道？对，我觉得有玫瑰。玫瑰精油的味道，那个浓郁感很多。对，然后但是它的甜感也很明显。牡丹。哦，好，来，老师，那这一支后调目前在你身上怎么走？我刚刚一度呢，我以为我闻到了很像那个提吉安娜他们家的那种香水的味道，因为它那个果香在我身上其实很明显，然后可是呢，你又会觉得它的那个应该是藏红花的那个香气在里面，然后呢，把那个果香呢修饰的不会那么的甜腻，但我觉得它的藏红花没有那么前调那么的鲜明了，即便是它藏红花，其实相对于其他香水来说，这一个的藏红花已经算是漂亮很多了，好，但是到了后调，藏红花好像没有那么的明显，应该是还是那个琥珀的味道，对，那个甜润的感觉，对，我觉得琥珀的感觉再更明显一点，对，琥珀的那种甜润感。是，对，因为我昨天在家里试那个 Roja 的那个 Amber Oud 的那一支，对，我后来才发现，它在我身上，我不晓得别人怎么样，我已经太久没有喷那一次，就发现它在我身上那个中调整个那个琥珀的甜感是非常的爆炸的，让我有点是好喜欢的吗？太浓，有点太 over 了，那个甜，那个琥珀的甜有点，你都觉得太浓，你都觉得太甜，对。但是我后来发现，好像不是所有的甜我都可以接受，看是哪一种甜呢？比较便宜一点价的，我可能会比较喜欢。琥珀的那种甜，对，那种比较贵的香仔的那种甜，我好像不太行这样。但我喜欢便宜一点那种果香的甜。老师，那这一支会不会有你说刚刚那一支阿雾的那一种琥珀的甜感，会不会太浓了？应该。我觉得它好像，因为它跟玫瑰那个花香，我是不会联想到甜这个部分啊，对，会让我觉得是因为它的香精浓度的关系，让你觉得有一个到甜感出现，对，它那个甜不是来自于果香或是是反而是它的那个浓郁程度高，对，带出来的，因为比较浓嘛，比较就是那种味道上就像糖浆，比较浓的。你单闻散的那个糖，你不会有那个浓郁的那个感觉，但你闻那个糖香，就会有那种浓郁感。对，它的那个像玫瑰，我觉得它玫瑰精油的浓郁感跟牡丹这两个的味道蛮明显的。有牡丹，有啊。其实这个味道我是没有看香料表，但我觉得那个牡丹的味道确实还有蛮明显的。所以它有玫瑰，有牡丹，有。不过可以确定，它的花香并不是白花色系的花香，对不对？玫瑰，对，华丽型的高贵。OK， 这一支有没有什么职业的人可以用这一支在身上的？突然讲到职业了，哇，好一题，适合什么职业？如此高尚。老师啊，没有，我又重复了，这样每一个职业都说老师，各行各业的老师，老师有没有什么职业？会讲到高贵高尚的职业吗？除了不能讲自己的职业之外，算塔罗牌的哎呦，怎么会突然想到塔罗牌的嘞？因为
ChatGPT 说这个味道它是非常的很有气势的，好像是一个拿了一个权杖的一个国王王后，它很有权势，很有威严，对。然后呢，表现出来的是那种很气势伸展在整个四周的氛围。那你在算塔罗牌的时候，给人家的一种感觉也是。你是一个倾听的人，你要去听他跟你说什么。那我觉得，就好像一个算塔罗牌的人，他在给你的这些种种的建议跟想法的事，他的建议跟他从塔罗牌里面看到的东西，如果他是一个比较有气势的人，是不是听的人会比较能够接受？对，当然我们听一个人答案，首先是先认同这个。跟你讲的这个人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他气势是你可以接受的，觉得他很有说服力，你当然就自然容易相信他所说的话，对不对？没错。好 ，OK。那 Cindy 呢？你觉得这一个适合什么职业的人？我觉得老师讲的非常贴切。不过在老师讲之前，我是想到像军人。军人啊，对。虽然说，因为我觉得这次会让我看前面比较有那种就是战士的那种感觉嘛，但是在古代，但因为现代如果相应到现代来讲，就是现代就是所有的军人嘛，但可能因为现在大家军人就比较没有这样子，我们都不想要参与这样子的，就是战争，或者说觉得是不好的，所以其实比较没有想到说军人其实是一个蛮辛苦的工作这样，而且就是可能或许他们本身也不想要。做这么危险的事情，但因为为了国家嘛，或者说就是不得已这样。对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味道有那种很勇敢，然后也是有那种就是那种气势。对，你昨天讲到高尚嘛、高贵的感觉，对。那事实上 ，Cindy 从头到尾都蛮循着一个脉络，他从一开始就认为这是一个战士的味道。对，我们一开始觉得哇，好难想，你怎么会联想到战士？因为这味道跟战士搭不上。但你要知道，这个战士迎凯旋回来，保家卫国。对，我觉得这个味道真的非常的贴切，真的非常的，就是我就会从刚刚一直想到那个，就是那个战士凯旋归来的时候，然后老百姓夹道欢迎，然后那个撒花这样子，那种气势磅礴，让人家觉得很像哇，好像是一个那种很史诗级的画面呈现。那我觉得这很有这个味道的氛围啊。是，有，确实有，所以才把这个战士整个都在一起，原来是这样一个夹道欢迎的这种画面啦，对不对？但对啦，但是就是因为其实大家每个人对香味的闻到的感受或者诠释不一样，或许你闻到的时候是一个很优雅的皇后，对，所以气势很高贵的一个皇后，没错。非常谢谢林心带我们跳脱框架，去感受到另外一种不同画面的结合。我觉得这很需要，不然讲的。观众会觉得听我们的影片再讲到那几个场景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这一次有一点从行天宫到外太空去了，非常好。再次感谢你的收看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开启你的小铃铛。那 Podcast 的朋友分享给通勤时间跟你一样一起喜欢香水的好朋友。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我马上没有。